郝先生25岁，来自江西，自媒体人。董女士24岁，来自河北，电商。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异性缘丰富哈，有点没有安全感了是吧？是一个江西的，一个河北的，怎么认识的呀？我是去那个江西读大学嘛，然后我们就一起经常做一些活动的兼职，然后就认识了，后来就是聊天什么的就在一起了。哦，那现在还在江西吗？还在江西。还在读书是吧？没有，我已经毕业了，然后在江西那边工作嘛。哦，不放心他呀？这小片里不是说了吗？异性缘太强吗？所以不放心是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吧，有一次我闺蜜给我发来一个截图，就是她经常会喜欢玩一些那种社交软件的那种东西，然后她那个截图上面，她就给那个女孩点了爱心，那个女孩刚好是我闺蜜，就把截图发过来了。我一看我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还能在这种交友软件上跟别人点这种爱心呢？而且你有女朋友的人。然后我当时我就问她，她就跟我说，她说我给每个人都点了，我就很无语。哦，你指的社交软件是指专门的交友软件？对。哦，这不解释一下吗？因为我是做自媒体的嘛，就有时候要跟商家做活动嘛，就需要认识挺多美女，做一些线下的活动嘛。然后那个软件的话也是朋友推荐的，我当时也没有想多就下了一下嘛，然后这个工作没有说什么约人家出来玩啊，或者是干啥的。你的解释是说你用这些交友的社交软件是因为工作需要，是这意思吗？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渠道，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么一个软件去跟别人交友啊、谈工作那些？还有就是他经常就是背着我就会去跟别人出去吃饭啊、干什么的。就有一次啊，我在家里，我闺蜜就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然后照片上面就是她跟一个女的在一块吃饭呢。然后我当时我就问她，我说你在干嘛呢？我想她如果正大光明跟我说在吃饭，那我也没关系嘛。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我在打篮球呢。然后我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说你吃饭就吃饭呗，你还不跟我说实话，那我就有点接受不了。这又是为啥呢？那天的话我确实是穿篮球鞋去打球，然后刚出体育馆嘛，就碰见一个小学妹，然后当时的话就也7点多嘛，饭点，就想着就随便吃点饭，结果就被她朋友发现了嘛，就跟她说了。你正大光明的，如果你跟学妹吃饭，你可以说，我跟学妹吃个饭，那我也不会介意啊。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在打篮球呢？就是说，我是想着就吃完饭嘛，就直接回去嘛，也没必要什么都给他汇报。行，我们就这么听吧啊。然后他不止吃饭这件事啊，相信是其他那种看电影就是我过年回家嘛，因为我老家在河北嘛，我就回家了。有一天我闺蜜给我发过来一段视频，那视频上面她跟别的女生在那看电影呢，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还跟别的女生看电影？我就特别生气，当时我就把她给。闺蜜挺厉害的啊。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她总是被我闺蜜逮着，然后我也不知道是我闺蜜比较厉害呢，还是她干过太多事儿，然后我闺蜜就是逮着这几件呢，然后我就还发了个朋友圈，我说单身快乐，咱俩就分手吧那种。后来没忍住给她拉回来了，本来一开始把她拉黑了。不是，那你说完单身快乐之后，她有挽留吗？有啊，她就找我回家之后给我发微信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她跟别人看电影就是不对。那个看电影是这样的，那女的嘛也是我客户嘛，然后刚开始她跟我说她跟她闺蜜看，然后闺蜜就是说有事没去，然后她就说叫我过去，然后顺便谈一下我们过几天合同的事儿，我就想着就去了吧，结果又被她闺蜜给拍了。我当时就觉得吧，她可能就会跟她身边的朋友叫他们去监视我那样的。而且我就是说有时候玩手机啊，她也会去就偷瞄我的手机屏幕嘛，然后有时候我会离开房间把手机放那儿，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手机的话就不是我原来放的那个样子，她可能就动了我手机。你心这么细啊？手机放那儿被动我都知道啊，掉了个面嘛。这一般好像不太关注这事儿。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如果在手机里没什么，他的手机一般都是正面朝上，他可能就是怕我看到什么，所以才这么关注这个手机的这种姿势怎么摆放。我在家都手机乱丢的，怎么可能就会这种？你看人家的手机了吗？我看了，他那个手机里如果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为什么还不能让我看呢？不是有见不得人的吗？倒也没有太多，就是经常发现他有一些那种交友软件什么的。
他对你怎么样？就除了这样之外，我觉得就是除了他这些，然后对我的那些就是日常生活上也不够关心啊，然后对我也不太好。比如说我们两个第一次出去旅游嘛，他可倒好，他什么都不管，那些什么旅游攻略啊、订机票啊、订酒店，全都是我一个人来订的。我就是觉得，可能因为这件事儿，可能对他根本就不重要，所以他就没有想那么多去做这些。因为我比较粗心大意嘛，然后想着旅游啊、酒店啊、吃喝啊，就交给女朋友决定。我觉得这是一种对她的信任，你把这些事情做好的话，我跟着你就行了。我觉得这就相当于陪伴她，不管她干嘛，我都是陪着她的。就不出力，对吧？我出力了，行李啊，就大包小包的都我一个人背。但是我就是希望你能在这种小事上能够多在乎一点，不要让我觉得我什么都是一个人。还有也是旅游，我们两个去爬那个雪山嘛，然后我爬到一半我有点高原反应，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能不能不爬了，我真的有点难受了。然后他可倒好，他就拽着我上去爬去，然后让我帮他拍照片，说我们已经来过这儿了什么什么的。难道你就是爬上去你拍个照片比你女朋友的身体还重要吗？那个是我们去爬玉龙雪山嘛，当时他说他有点缺氧，其实我们那天带了2罐氧气瓶上去的嘛，我是一口没舍得吸，全部给他吸了。然后当时离那个山顶的话大概还100来米吧，我就想着我们俩一定要上去嘛，毕竟来都来了，我看他状态也挺好的，然后我们也上去了，也平平安安下来了，并没说不在乎他吧。我觉得他平时就是对我太不上心了，然后因为我跟他以前女朋友也是认识的嘛，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会聊天的时候会聊到他，然后就会说他对他以前的女朋友啊，我就觉得比对我还好，我就觉得我在你心里的地位难道还没有你之前谈的女朋友重要吗？他总是觉得我对别人好，对他不好。我觉得陪伴才是最好的喜欢嘛，我陪着他这么久了，不管他干嘛我都一直陪着他。但是我希望你能在这个日常生活方面对我多点照顾，然后对我多点尊重吧。就有的时候你的一些所作所为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比如说主持人，我有的时候走路会容易摔跤啊，不看路啊，他就会凶我，然后当时我就是女孩子摔得也挺痛的嘛，我希望他当时是安慰我，但是他就是没有，他就是会凶我。其实不会凶他，我比较着急嘛，我就属于那种我不会那种哄人嘛，我就是那你就拉着他，别让他摔呗。拉着他也摔他就跟那种地上有钱他都捡不到那种，就头就扬起来走路的，我也不知道他啥情况。哎呀，这个是我个人习惯问题嘛，我以后会改。如果你觉得不怎么满意，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这么嫌弃我，干嘛不直接跟我分手算了呀？这话问得特好哈。你们俩留恋什么吧？你留恋什么呀？就是还是有点舍不得嘛，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在一起了也快1年了嘛。如果他能做出一些改变，我还是能接受他的，但是我不确定他能不能为我做出改变。你的留恋是什么呀？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嘛，其实经历了挺多事情的。我觉得他长得也挺漂亮的，也落落大方嘛，我挺喜欢的类型。然后刚开始那会儿就我家养了一条就5、6年的狗嘛，然后就走丢了嘛，他就陪我找24个小时里面可能就20个小时在找狗嘛，找了1个星期就那样，特别累特别困那种，我自己都坚持不下去了，然后是他鼓励我，然后把那条狗找到了嘛。你舍不得他是因为通过找狗这件事儿你看到了他的靠谱或者叫实在，是吧？所以今天你来要干嘛呀？我这个觉得他可能有点不太信任我就想像我们刚刚开始在一起那样嘛，让他觉得我们2个在一起的话是开开心心的，而不是互相猜忌啊。你是想寻找在爱情当中被失落的信任，是吧？我们听听老师们是怎么帮你们分析的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董，在他的心里，你只是偶尔被需要，从来没有很重要。你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空窗期陪伴他的人而已。关于旅行那件事情，其实你不能怪他不用心，因为他心根本就不在这儿。后面的零零碎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一个当侦探的闺蜜，这个闺蜜总能拍到。我告诉你，这是概率性问题，拍到1次就意味着前面发生了无数次，乘以10乘以100来计算。所以我想问的是，
当你的闺蜜拍到她在交友软件上和其他异性互动、出去吃饭、看电影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我当然就是质问她，然后呢？听她的解释，然后也没有说太想去针对她这个事情干嘛，还是选择原谅她这些。对，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毫无底线的纵容和原谅，毫无原则的处理感情问题，这样的爱情都是烂尾楼。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调整自己的状态，重新的去构建自己的精神的青春的家园。这个男孩，我没有说他完全不好，只是他不喜欢你而已。他就玩他自己的好了，你不要去管他。有些人不值得，有些事儿没必要。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从我的角度，我看到这个男生和3个女人的关系。第一个是小师妹，你跟她吃饭，如果你觉得吃饭是正常的，你也告诉了你的女朋友说我跟小师妹偶遇吃了个饭，那么你的女朋友也可能不会怀疑，而你恰恰选择了是说谎的方式来掩盖这个事实，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自己本身认为这样就是不好的，所以你才去掩盖。第二，你跟客户去看电影，掩盖的更踏踏实实，如果不是被拍到的话，可能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第三个，和你的前女友，拿前女友和现女友做对比，这3个女人的故事，它就是一个种子。对于你现在的女朋友而言，她会觉得你根本就不重视她，或者她自己觉得你不够爱她，于是后面的问题也不过是这个种子结出的各种的症状，因为当你们的信任感没了，它会延伸出各种对你的不满，你后边做的多好都没有用。其实大包小包你也干了，那养一瓶你也不敢也不舍得吸，等等等等，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你做什么都没有用。感情这个东西啊，最主要的是在情感层面上的连接和信任如果没有了，后面就会延伸出各种的问题。如果你继续想和他走下去，这个问题人家在乎，你自己也清楚，那真得改。另外从你这个角度讲，男孩他其实有他的优点，但是你不断的去挑他的毛病，挑着挑着你会发现他的毛病会慢慢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就是他做的好的地方你被忽略了，忽略以后呢就被消失掉了。做的好的你根本没有赞扬和认可，做的不好的你总是点出来，过多的去挑别人的毛病，忽略了他的优点。这也是你的问题，我看你有点太过于依赖他，他对你照顾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好，你就会觉得他对你不关心。但是别忘了，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自己来做的。我就说这么多。好，谢谢于老师。关于你们的感情，我想说3点，3个不同的角度。第一个角度说你们相处的方式，其实举一个例子，拿你们爬山的事情来说，我觉得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委屈。男生觉得我想带你去这么高的地方看风景，去留念，我真的是因为希望我们两个留下这个纪念。可是女生说我这么辛苦，我不想上去，我难受，你还要带我去，所以各有各的委屈。所以谈到情感的相处方式，如果想让2个不同的人融合在一起，只有设身处地去替对方着想。当你能换个角度想到对方的感受的时候，自己就不会那么委屈了。这是其一。其二，刚才主持人问到说你们留恋的是什么，女生说我留恋的是她过去曾经的好。一段感情我们去衡量它的时候，过去是一个参考值，但是今天的感受和对明天的期许才能支撑我们向前走。如果我们今天的感受很不好，明天的期许没有任何指望，这段感情何去何从？其实心里应该明了。第三，爱情是排他的，是唯一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你心里对很多女孩子都有好感，无非是她
可能排在最前面，但是真正的爱情是我的心里只有他。所以男生对女生只是喜欢，不是深爱。所以综合这3点，我并不看好你们的感情。我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面对已经理清了思路的一段情感面前，及时止损，彼此祝福。谢谢。你的闺蜜怎么那么闲呢？她怎么可能发现那么多蛛丝马迹呢？真的只是偶然发现的，而且是不同的闺蜜发现的。为什么要等待一个人改变呢？如果你要求他改变，那你问问自己，你能改变吗？如果你一直是一成不变的样子，总是要求对方你要向我的方向靠近的话，你不变怎么可能引起他的变？很多女生总是走到2个极端，要么就一直抱怨，要么就一直付出，永远宽容，2种都是不对的。如果你只会抱怨，就像于老师所说的，你抱怨的多了，男生自然会离开，因为他没有价值认同感。做好做坏是一个样，你都是抱怨，你都会鸡蛋里挑骨头，于是干脆我就不努力。还有一种就是一味的包容，一直付出，这也是让男人没有正确的认知，因为我做的再差，你还是会在原地等待。你说他为什么要改？他改与不改，你都是这个样子。所以首先是你自己要变才行，你要拿出自己的态度来。你与其等待别人改变，不如自己先改变，别人自然会顺应而变。问一下男生，每次放手机都要特意这样盖着，你累不累？你说实话。累肯定有点累了。那你为什么要去干这种事儿呢？很多事情你不妨坦诚地掰开来。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一颗心定在一个女人身上，你就直接跟她说，要不然你就别谈恋爱。就这样。谈了快1年的恋爱了，你觉得这个爱情的热乎劲儿已经过了，你又开始寂寞了是吧？没有。那干嘛要吃饭呀？那干嘛要看电影啊？为什么你要做那些你认为也不好，他认为也不好的事儿？最后的决定你们来做，尤其是男生，把想说的你说出来啊！到底是为什么？就截止到今天，其实还是没有坦诚的说真话吧。就是我为什么会经常被你的闺蜜拍到这样？至少给一个真实而明确的说法，别掖着，好吗？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其实吧，跟你在一块这么久了，就一起爬雪山，然后一起去潜水，真的很多都是我的第一次，我肯定会改掉，然后换一个城市，我们去别的地方，我也不做这份工作了，就也不会有那些异性缘，就希望我们还能继续在一起。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想，是不是就是我对你管的有点太严了，就是吃个饭啊，看个电影这种的东西，我觉得会不会就是我拿这个问题放大了。我有的时候也在思考，是不是我活得太没有自己了，眼里就是都是你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在想，如果你能改变的话，我还可以考虑一下。我肯定会改变的。一人请教一个问题，请问在哪个城市只有这么一个女人，而没有其他的女性？如果我找一个就是上班的工作，就每天朝9晚5的话，就可以就没有女性了吗？就这就叫改变吗？至少就不要让他有那种猜想嘛。你心里面真的住进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普天之下就那么一个人了。所以你要让他住到你心里，而不是形式上的什么换工作、换城市，换到哪儿都一样啊！你真的觉得对男朋友要求你不跟别的女性单独的吃饭、看电影，这要求是个高要求吗？不是。那你为什么要说出来呢？反正供你们思考这些问题。来拿一下吧，一个键盘哈，一铲儿。这背后是什么记忆啊？男生为什么放一把铲子呀？因为我们南方嘛，这个家家户户都有的铲，就我们那边叫铁锹嘛。我就想着以后如果我再犯错的话，他就这个敲醒我嘛。
女生这个键盘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分手了的话，那我就是希望这个键盘能替我陪着他吧。然后如果是在一起的话，也可以就是给他用来打打字啊什么的，可以对他有点用处。哦，这是一个有威慑力的。当你在社交软件上准备干点什么的时候，呀，这是我哎，你们俩真是，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过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我是你正在将爱一点多少知道。我在犯错，你就敲我吧。你得自律，自律不是用别人敲的，你呢得自立。哎，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来，有请。接下来我们就见证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浪漫时刻吧，来，请见证。以后我再也不会犯错误了，好好跟你在一起，反正我爱你。专属天使，为我难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拥有一个专属天使，我来，需要别的人。男生啊，坦诚很重要啊。如果你们还愿意继续的去尝试一下，都坦诚一些，好吗？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老师，谢谢。哦，绝望的音乐。